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面相上查看一个人福德多寡。所谓阴德，就是指暗中做有德于人的事儿。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儿，只有自己知道，这种行为就可以积累到阴德。所谓阳德，就是有漏之福。有些人经常行善积德，但却同时又消耗自己的福德。假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儿，又享受到了这件事给他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那么他所积累的福报就会被消耗掉。而阴德不同，阴德是无漏之福。简单去理解，就是你积累了福报以后，不去消耗福报，使福报一直凝聚在你身上。时间久了，你身上的福报越来越大，甚至可以惠及子孙后代。而一个人有没有阴德，都会在身上体现出来。比如说阴质纹，就是讲人积累了阴德，就会在脸上留下痕迹。那如果做了缺德事儿，身上也应该会留下痕迹，这个是一定的。通过五官可以看一个财运、父母、子女、福德、寿夭。那一个人命运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天道成父，就是过去的善恶因在人身上留下痕迹，可以看清自己，看到自己哪里不足，哪里需要加强。做了一点亏心事儿或者一点点善念，在脸上不能一下子表现出来。但你如果做了大坏事或者大善事，多坏事或者多善事，脸上就会体现出来。表现做坏事或者善事的缺德纹或者阴德纹，主要是在这几个地方表现。一、印堂。在面相学中，印堂被称为命宫，主人一生荣枯。人假如做了亏心事儿，或者祖上失德，或者前世失德，在印堂处便会有一条悬针纹。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下克妻儿。我有一个同事就是有此悬针纹，真的是上克父母，下克妻儿。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非常多的都给父母妻儿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及不幸。后来我教他放生行善改过，约3年后，我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后来变弯了，转到一边去了，这就叫做悬针转角，转厄运为吉祥。他从前总是倒霉，父母妻儿4人总是轮流生病，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的，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可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2、眼下。眼下称为子息宫、阴德宫，主要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从小眼下或是平满的，有黄明之光的，是为有素德、有仙骨。从小就有眼袋或者黑眼圈的，或者眼袋下陷，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先天肾虚。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息弱，不容易生孩子。所以这种要勤修静，清心寡欲，广积阴德。眼隐隐卧蚕，中医都知道，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肾主精气，精气严重亏损，云何正道？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的，如隐隐卧蚕。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如蚕之色，故称为隐隐卧蚕。广积阴德，做了很多善事的人，眼下会有1重或者2重或者3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纹细而有光泽优美，是名阴德纹。若果善人行善，广利众生，眼下就会出现此纹。如果你常行善，眼下出现了阴德纹，那恭喜你，这是增福延寿、子贤孙贵之征兆。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即发不善之心，眼下就会发黑下陷。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如针刺眼，此乃克子行孙之征兆。3、脖子光亮。人要的长生不老，青春常驻，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如果一个人的喉轮打开后，不管是100岁200岁，脖子都是不显老的。4、法令纹。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法令入口名为饿死相，又名横蛇入口。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但最起码老来孤苦。此纹是随着人的心态行为变的，行恶则入口，
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这种法令称为绶带。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不要紧，反省忏悔，常行诸善，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后来行善改过后，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一条，名双龙出海，既寿有富贵之征兆，乃善业福报。5. 延寿毛相。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不悔不移，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5条特长的眉毛，此眉名五彩眉，乃德高望重，延年益寿之征兆。又耳内生毛，乃高寿之吉兆。又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乃是吉兆。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从里到外脱发，乃凶兆。德行欠缺之象，当止恶行善，转厄运为吉祥。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者作恶改变的命运，但篇幅有限，我略说之。以其众人了解命运乃自己所做事善恶因果所致，并能勤行诸善，广利众生。用一句话讲，就是做人要修阴德，积累阴德。做阴德就是带着无求的心去做善事，也不图回报，不图看好的去做，这就是阴德。不管出家在家，做阴德事都是必须的。天地之间有股大的力量在操控着，当从阴至文就可以看出，人做的一切都逃不过天的眼睛，所以无论如何，先积累阴德很关键。下面这4件事最积阴德，一定要多去做，哪怕你经常做1件事，也会功德无量。第1件事，多结善缘。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要与人结下恶缘，广结善缘其实就是在积累福报。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因缘和合而成，人与人会相遇，也是因为有因缘的和合。如果你经常结恶缘，就是会经常遇到使你倒霉的人和事儿，就会经常损耗自己的福报。若是能广结善缘，哪怕与人相处时，经常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坚持这样去做，就能够积累无量的功德。积德行善不在于你做了多么伟大的事业，而是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积累而成。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只要坚持与身边的人结下善缘，将来你就能收获善果。第2件事，相信因果。古话说举头3尺有神明，其实这里的神明无非就是因果，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人就算无人看见，恶因也必然会形成恶果。古人说，莫疑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身。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相信因果的人，这件事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很多的人认为行善就一定要有行动才行，其实不然。一个人只要心生善念，这个善念也是一件善事，也会带来一个善果。佛教认为是众生造业，除了行为，还有他的意识和想法。想法是善的，就会造下善业；想法是恶的，自然也会招来恶果。第3件事，精进口业。佛教认为说话其实也会损耗福报，说话其实也能够积累福报，就看你经常说什么话。口业是患苦之门，祸累之始。如果你能去清净自己的口业，不说妄语、两舌、恶口这些造恶业的话，经常说善语，利益他人的话，福报就会越积越多。要想积阴德留给子孙后代，平时就一定要修口业，不要乱说话，尽量少说话，多做事儿，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第4件事，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是最积福报的。佛教经典说，善男子是故汝等，勤加修习，孝养父母，若人供佛福等无异。其实孝顺父母就是在供养佛菩萨，只要坚持孝顺父母，功德远远大于你每天都去烧香拜佛。经常孝顺父母的人可以得到4种善果：第1，颜色端正；第2，气力丰强；第3，安稳无病；第4，健康长寿。或许有朋友要问，积阳德行不行？能否也有好效果？小酱汁以为，凡是积德不分阴阳总是好的，
比如企业家们慷慨捐赠救灾，或者是出钱修建学校等等。比如大家自愿做好事，为他人的生存或者幸福出微薄之力，都是积德，都能使自己和家人延年益寿，幸福人生。小酱汁再一次与朋友们共勉：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来五读书，风水和积德就在大家身边。讲讲远离这13种面相的人，会让你飞黄腾达。小人在我们生活里面随处可见，他们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变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还有可能带给我们意外之灾，导致破财或者其他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及时看出一个人是否是小人，那么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小酱汁就给大家讲讲如何通过一个人的面相看出对方是不是小人。1. 田宅宫狭窄。所谓的田宅宫就是指眉眼之间的位置，若是此处狭窄，或者是有恶痣，这样的人气量小，不容人，喜欢斤斤计较，为人比较刻薄，不懂得变通，得理不饶人，非得让人当面出手才行。他们一般没有能够发家之路，只能小打小闹解决温饱问题，在面相中为凶相，尤其在投资理财方面成功的几率差，很容易就破财败运，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2. 颧骨下塌。如果一个人的颧骨下塌，那么各位就要小心了。首先，颧骨下塌的面相说明了这个人的能力不足，是一个没有胆识、没有魄力的人。但颧骨下塌面相的人又非常渴望获得成功，希望自己事业有成，所以他们在生活中会使用很多阴险奸诈的手段来帮助自己尚未成功。在职场上是一个极度阴险的人，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性格奸诈的人。他们做事不够光明磊落，只敢在背后使阴招，不得不防。3. 鼻梁肩薄。鼻子在面相中主财运，若是鼻梁肩薄，鼻翼无肉，则这样的人财运差，运势弱，为人刻薄，总是喜欢挑别人的不是，处事考虑不周，只注重自己的利益，过于自我，很难与人合作。所以在面相中，许多成功人士鼻子都长得比较好，这样的人财运强，能容人，性格开阔，贵人运强，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不错的基础，就算是大富大贵也是理所应当的。4. 额头窄且凸。如果一个人的额头低窄，代表内心的世界不是很阳光，多数都会为自己着想，再加上额头前凸，野心大，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总想表现自己来压倒别人。如果你身边有这样面相的人，那么一定要有防备的心，因为他必是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之人。我们平时说话行事难免有差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旦这话被他知道，则会在背地里害你，但是表面上却是和你和平相处。5. 耳后见腮。所有的小人面相中最具威胁性的当属炸腮的人，就是腮骨向两侧突出，俗称耳后见腮。腮骨在面相学里代表毅力过人，能吃苦，但腮骨过分横张，变成耳后见腮，这些人属于无情无义之辈，背叛性强，心胸狭窄，不够宽厚大气，有点奸猾，办事更是损公肥私，心狠手辣。一旦出现利益冲突或者身处困境之中，就会为求生存而不顾他人死活，可以说是最凶狠的小人，属于那种小人中的小人，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这种人。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的魏延，不仅是背信弃义之人，并且极具报复心，你让他一时不快，他让你一世不好过，所以遇到这种人最好远离或者不相识。6. 鹰钩鼻。有鹰钩鼻面相的人，多数都属于感情淡薄、无情无义之人。一般拥有鹰钩鼻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非常看重自己个人利益，不重视所有的事情经过，只重视结果。生活中他们只爱自己，而不会爱别人，因此有点自私自利，也可以说无情无义。
所以这种人不适合交于朋友。7. 金鱼眼。金鱼眼指的是一个人的眼球过大向外凸，有这种面相的人都很自私，而且工于心计，总是喜欢算计别人，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没有交情。一旦身边的人没有了利用价值，立马就会被他们抛弃，甚至还会为了利益随时翻脸。他们的功利心很重，最喜欢在背后捅别人刀子，认钱不认人，典型的忘恩负义，妥妥的小人一枚。8. 眉毛尖钝。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气好坏，还有财运的大小。如果一个人的眉毛断断续续的，或者就是中间没有长眉毛，这种人性格大多粗暴，动不动就爱对身边的人发脾气，而且脾气还不是一般的大，只要稍有不顺他心的，就会怒火中烧。这种人是非不分，久而久之会伤害很多自己的亲朋好友，使得他们众叛亲离。这种人为人小气，像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他们心胸太过狭隘，而且对自己的孩子都舍不得付出。这种人到了晚年，就算有再多的家产也得不到幸福，只能孤苦无依地度过晚年。9. 牙齿外露。牙齿是面相学中主财门，倘若一个人的牙齿不整齐往外翻，嘴唇是往外突出的，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鬼牙，则说明这样的人说话不知道分寸，一有点什么事情一定会跟外人讲，喜欢在背后嚼人舌根，并且气量小，可以为了一点小事跟别人纠缠不休，从来不会礼让三分。可以说，你要是惹到了他们，那你就别想好好的跟他们摆清关系。要是把他们得罪完了，那么你的名声和声望估计也会被他毁掉，所以最好不要跟这种人交往。10. 嘴巴薄小。嘴巴为出纳宫，代表了一个人对外界的态度以及个人的金钱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比较薄小的话，这种人往往非常的自私，做什么事儿都比较的自我，很少会考虑别人的感受。这种人有着非常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从来不会让自己受委屈，为了得到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不惜任何手段，甚至不惜会做出一些主动伤害别人的事情。心胸非常的狭窄，最看不得别人比他们出色，总是会千方百计地想着各种办法去阻挠别人的好事，天生的阴险小人面相，一定要小心。11. 麻面清虚。所谓的麻面指的是一个人的脸上长了如同很多麻子一般，坑坑洼洼的，而所谓的清虚是指一个男人的面相中没有胡子。麻面清虚面相的男人必定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这类面相特征的人心机很重，他们非常懂得如何算计别人，也非常计较利益上的得失，可以为了利益出卖身边所有的人，可以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好处而不惜手段地陷害他人。12. 印堂狭窄。印堂在面相中被称为人的命宫，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情。如果两眉之间的印堂过于狭窄，就说明此人心胸狭隘，嫉妒心强，见不得别人好。你要是在此人面前夸别人，他可能会当场说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甚至还会暗中记恨你夸奖的人。所以如果非要和此人打交道，那么在他的面前就不要说别人好了，以免加重他的偏激心理。13. 眼中带斜。剖析面相风水，看眼便知奸邪，一般看眼睛最直接，这个要靠经验和长期的观察。小人的眼睛总是有一种邪气，总是眨个不停，说话不看人，头摇手摆的，这些都不是交友的对象。我们要结交贵人，结交那些给我们精神上、生活上增添色彩的人，让我们值得学习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变得更成功，更加丰富，而不是那种生活中常爱抱怨、喜欢怀疑、见不得别人好的人。生活中，我们周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小人，这些人会在你顺风顺水的情况下使绊子，一旦你出现困境，他们则会让你雪上加霜。
如果我们及时的通过面相，并结合生活实际情况做出判断，那么我们就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讲女人此处不能丑，否则越丑越穷苦。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够长相出众，给人一见误终身的感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会发现，金钱跟相貌是不成正比的。一些长相越是丑陋的女人，钱财反而越多。那么从相学来看，哪些部位长得越丑的女人命越好，哪些部位长得丑人女人命不好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哪些部位长得越丑的女人命好？一、田字脸。鹅蛋脸、锥子脸、瓜子脸，爱美的女性也更加偏爱这3种脸型。其实田字脸就是额头偏方，腮骨突出，脸上丰满，就像是婴儿肥。拥有这种脸型的女子命运才极好，她们心大，朋友多，乐善好施，心细如麻，乐于奉献。这种女人人缘好，也很得贵人帮助，一生福气深厚，生活富有。2、双下巴或者是圆下巴。下巴长得丑是指双下巴或者是圆下巴的人。这种下巴虽然远不如尖下巴那么好看，但是这种面相的人却十分的心善，为人有爱心，福气深厚。这种人人缘好，财运旺，身体佳，因此一生无大灾大难，八面来财。这种女人在生活当中能够广结善缘，因此一生贵人无数，福泽深厚，生活富裕。3、嘴唇厚。嘴唇厚总给人感觉有些粗线条，看起来不精致。殊不知，在面相学之中，兔牙鱼唇是最有福气的象征，像鱼一样厚厚的嘴唇看起来毫无美感。但是主此人一生不愁口福，衣食无忧，而且财运顺遂，做生意容易发财，口吞四方福分，这辈子不会缺钱、缺情、缺爱。4、眉毛难看。如果你的眉毛生得比较不对称，一边长一边短，然而这样的眉像主一个人的贵人缘。对于眉毛不对称的人，不仅贵人运比较的旺盛，更重要的是偏财运也比较的强，而且会有很多意外之财。工作上会有赏识点拨之人，财运上大吉大利，仕途上官运亨通。这种眉相的人，更多的人能够成为领导者，平常可以时不时买张彩票，说不定就会有意外之财碰到哦。5、发质柔软的女性。女人都希望能有一头瀑布般的长发，垂直有弹性，不像发质柔软的头发就没有这种理想的效果。但是发质柔软的女性性格更加柔和温婉，心态也更加的淡然，善于协调，不会固执己见，不会自寻苦恼，性格更加安静，生活也更加安逸舒坦。殊不知，这种发质、这种性子的女性才是更加有福气之人。6、耳垂厚大的女人。精巧的耳朵，女人更加偏爱，但是耳垂大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好命之人。耳垂厚大的人财运强，人缘好，多福多寿多财之人，能得祖辈福荫，对家人随和体贴，有一个圆满的家庭。7、手指难看。大家都喜欢粉嫩的小手，可你知道吗？手指头长得越短粗，说明此人性格越是坚毅，性子顽强。他们不会被生活上遇到的难事击垮，哪怕吃再多的苦，也不会让他们倒下。他们一般前期是比较操心辛苦，忙忙碌碌，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换转运。有了前期的努力和汗水泪水做铺垫，后面运势会爆发，事业高升，家庭和美幸福。8、龅牙。生就一副小龅牙的女人从来没有犯愁之事，因为欢喜所以运气好。龅牙女性经常给人笑嘻嘻的感觉，性格多是乐天派，皆因这种人乐天知命，肯埋头苦干，反而可能因此干出成绩，令人刮目相看，视为有运行之象。对于困难与挫折也往往不放在心上，所以能够及时把握命运之神。9、臀部丰满。臀部丰满的女人财运非常的不错，一生最好命，性格和善，个性坚强，非常懂得人情世故，他们的赚钱能力非常的强。臀部作为财库来说，最关键的作用是助财。臀部丰满的女人财运亨通，能守财，能聚财，所以他们就算是结婚之后，也是独立经济，感情生活一帆风顺，日子越过越好。10、大腿粗。大家都知道，大腿粗的女人一般寿命都比较的长，如果太细，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劳碌命，
一生到处奔波。相反，如果是粗腿，可能在家庭之中比较稳定，幸福如意，富贵多金。这种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强，贵人相助，一生能够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过的是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尤其是在结婚后，更是能够旺夫旺子旺全家，属于天生有福气之人。2. 哪些部位长得丑的女人命不好呢？ 1. 法令纹早泄。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早泄，被称之为苦累纹，而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早得运势比较差，早早的就要为赚钱养家发愁，婚前补贴娘家，婚后也会各种为自己家的事情担惊发愁，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如意。个人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时常发愁，就会形成法令纹，所以多半这样的女人都会是劳碌命，一辈子都没有清闲的时候。2. 驼峰鼻。所谓的驼峰鼻，就是指鼻子微微的高凸，鼻子长得非常的大，占面部的比例大。而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性格方面会非常的强势，处事总是咄咄逼人，从来都是不肯低头认错。而且这样的女人多半婚姻运势欠佳，感情生活也会非常的不顺利，容易遭遇比较大的压力，而且财运不济，无论是嫁给什么样的男人，都要为钱发愁，大钱操心大钱，小钱为小钱烦。3. 额凸腮骨阔。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是过于前凸的，那肯定是命运不好的。从面相角度进行分析，一个额凸腮骨阔的女人，一般都是很多想法，但都是一些不好的想法。她们担心的事情就有很多，多忧多虑的一个人，做事之后很容易就会后悔，喜欢让自己沉浸在不幸当中。他们总认为自己原本不是这样的，处事心态不好的人是很难做大事的，导致自己事业方面是非常不顺利的。外加上腮骨外凸的，那就更加不好了，说明这个人是很喜欢欺负善良的人，嫉妒心是很强的，这样对自己日后的生活肯定有影响。他们一生都不会很顺利，只能过着贫困的生活，命运很不好。4. 扫帚眉。所谓的扫帚眉，就是指一个人的眉头聚集在一起，而眉尾处却分散的比较大，像是一把扫帚一样。通常拥有这种面型的女人，性格上非常的冲动鲁莽，个人的好胜心比较的强，虚荣心也比较的强，也会非常的好面子。而且这样的女人花钱也总是大手大脚，把钱都花在无用的地方，完全没有一点的是非观念。遇到这样的女人非常的危险，最好能够远离。5. 凸眼睛。凸眼睛是指眼球有点向外突出，而且比较的明显。拥有这种眼型的女人，一般有点神经质、小心眼、啰嗦，做事反复无常，喜欢说三道四，惹人烦。办事情总是有头无尾，谈恋爱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总是激情四起，但却有始无终，因此在情路上跌跌撞撞，最后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6. 印堂有斜纹或者是川字纹。如果一个女人的印堂斜纹或者是有川字纹，那这样的人面相肯定是不好的，他们的性格也不好。从面相角度进行分析，一个印堂斜纹的女人是很难服侍的，她们是个性很强的人，不能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因此不少人都很不喜欢与她们做朋友。作为女人就应该要有女人的样子，要温柔体贴一点，但印堂斜纹的女人是违反了这个规则，她们总会让身边的人看到她们强势的一面。男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这样的人，不然自己是很容易就会受到伤害的。他们不仅会伤害到自己的丈夫，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运势。一个女人印堂的地方，不管是拥有横纹还是竖纹，都是非常不好的，代表了他们生活中压力是很大的，在感情和事业方面的投入是很大的，经常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让自己陷入苦恼当中，命运非常的不好，一生都会很不顺利。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